第25课，量子力学与信仰中的奥秘。请你想象一只猫，它被放进一个封闭的盒子里，盒子里放了一个放射性物质，这物质有一半几率在某段时间内衰变，触发毒气装置杀死这只猫，另一半几率则什么都不会发生。这个盒子关上后，你不知道毒气有没有释放。物理学家薛丁格说，在你打开盒子前，这只猫既是活着也是死了，处于一种被称为叠加态的奇特状态。你可能会笑说，哪有这种事？怎么可能？又活又死？但这正是量子力学的世界，一个颠覆我们直觉，让牛顿也傻眼的世界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相信东西不是这里就是那里，结果是这样就不会是那样，你看见了就是真实。但量子力学告诉我们，一，粒子可以同时处于两个位置，直到你观察它为止。二，观察会改变结果，你看了它就变了。三，两个粒子相距几亿公里，也能及时影响彼此的状态，纠缠态。这不是科幻小说，而是被实验验证千百次的物理现象。而这些现象就像是在跟我们说，你对真实的理解太表面了，我们很容易相信眼见为凭。但量子力学却让我们质疑这句话，因为在量子层级中，现实竟然要等到有人观察时才成立。你不看，世界是可能的，你一看，它就坍缩成一个结果。这是不是跟信仰很像？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希伯来书11章1节，这句话以前你可能觉得像宗教安慰，但现在连物理学都告诉你，未见之事真的可能同时存在。信心与观察会影响实相的出现方式。你开始想问，难道信仰的世界也可能是真的，只是我还没打开盒子？难道神的存在不是因为它太抽象，而是因为我还没选择观察它？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不太开心，他说，我不相信神会掷骰子。他坚持宇宙是可预测、有秩序的，不可能因为人类是否观察而变化。但后来的实验却一再证明，观察者的位置与参与本身会影响事物的表现。这带来一个惊天动地的问题，难道意识参与了世界的运作？难道宇宙不只是一套物理方程式在运行，而是需要观看者来实现其潜能？这问题让科学家站在悬崖边缘。再往前一步就是哲学，就是形上学，就是信仰。你可能会问，那这样我是不是可以说量子力学证明了神的存在？不，并不是这么简单。量子力学无法证明神存在，但它打开了一个空间，让我们承认，我们不再能以机械式的逻辑去看待宇宙。世界不是一个封闭、冷冰冰的命运机器，而是一个充满可能性、期待被回应的创造剧场。就像量子世界的粒子，需要观察者来他说出结果。信仰中的神也不是冷冷的看着，而是在等待我们的自由选择与回应。量子力学中有个词叫不确定性，这让人觉得人生是不是就只是乱数，随机发生？但也有另一种看法，若世界有不确定性，那就代表不是一切都注定好了。若一切不是死板的，那么神就可以在其中温柔地介入。他不是用暴力改变你的选择，他是在每一个可能性中为你安排美好的转向。你以为只是偶然听到一首歌，巧遇一个人，收到一封邀请，
但那可能是他干预的微光。就像量子纠缠，即使相隔万里，只要有连结，彼此的行动会瞬间改变对方的状态。也许你曾经与神有过一丝纠缠，儿时的祷告，一段曾感动你的经文，一次不解的眼泪。你以为它早断了，但在神那里，那连结仍在。不可测不等于不可信。有人会说，如果信仰那么难捉摸，那怎么相信？但你想想，我们看不见 WiFi， 却天天依赖它上网；我们搞不懂量子态，却用它开发量子电脑；我们理解不了爱因斯坦的空间弯曲理论，但不妨碍 GPS 帮你导航。不懂的不代表假的，奥秘的不代表荒谬。我们不是用完全理解来决定是否相信，而是用信任这世界比我更大来进入更深的真理。如果你对量子力学的不可思议都能接受，那你是否也能打开可能性，承认这宇宙的背后有一位设计者？他超越你能观察，但不是与你无关。他可能同时在千万个人生命中干预，却仍细致地照顾你每一个选择。他既是量子宇宙中无所不在的存在，也是愿意为你走进时空承受十字架的耶稣。不再只是理论、原理、几率，而是关系、回应、爱。结语：别怕奥秘，那是他邀你靠近的地方。科学解释了许多现象，但正如一位物理学家说的，科学不是把神挪走，而是帮我们更谦卑地看见自己不是神。量子力学没有告诉我们神的名字，但它提醒我们，世界比我们想象的更奥妙。而耶稣告诉我们，那奥妙背后的设计者，不只是力量，而是爱你到底的神。你愿意打开信仰的盒子，看看那里有什么可能吗？